係講網入，我講香港名校嗰單嘢嚇，聖保羅男女校嘅事，咁呢個係夾咗落去呢個週末閒話嗰度。最後我覺俾啲 advice 大家，呢個真係啊好啦。聖保羅男女中學學生，港大醫學院外科學系名譽教授潘東平呢個人，個女潘希婷。用藥 MediSafe 藥培安心，嗱呢個名都改得非常之好啊！藥培安心攞咗2024年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香港學生創新大獎及2025年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銀獎，犀利啦啩？幾靚女添喎？呢個係藥培安心呢係一款 AI 輔助嘅藥物檢測平台。可以對比處方同藥物資料庫，檢查劑量、禁忌同相互作用，提示風險。即係點講呢？佢係咁樣啦，大概我係估嘅啫。呢個當然係就呢啲資料嚟講啦。嗰個佢整咗啲 data 喺度，係包括各種藥嘅功能啊，啲副作用會唔會互相衝撞，整咗個database 喺度，然後咧呢個咧就到你有個新嘅處方嗰陣時，嗰個處方就係同埋嗰個人嗰個病嗰個由嗰個病嗰個病歷三樣嘢夾埋咧，佢就可以俾 warning 你嚇個劑量係咪太重啊？佢呢個體質食呢樣嘢係咪有呢個副作用啊？呢啲咁樣嘅嘢，佢同佢食開嗰隻藥係咪會撞啊？嗱，呢啲嘢呢，佢就會提出 advice 俾個醫生，個醫生呢，就亦都要講俾個病人聽，咁呢個呢，就安全好多嘅。因為個醫生呢，有時會唔記得噶嘛，真係結合咗三樣嘢嘅嗰個處方，目前嘅處方，呢個病人嘅病歷，佢食開咩藥？同埋嗰個整個藥庫可能有互相衝撞嘅呢一個副作用。好啦，呢份嘢好好啊，但有請槍嫌疑啊！美國公司 AI Health Studio 嘅聯合創辦人公開表示，學生家長佢爸爸媽媽即係醫生委託係由零開發嘅呢套系統，即係呢。嗰個參賽人啊，係一啲貢獻都冇。事後咧發現用嚟做學界比賽，公司聲稱此舉對其他學生唔公平。呢個係因為都唔係好多錢 anyway 呢啲嘢啊，而且呢啲咁樣嘅高科技界咧就好重視佢嘅自己嘅聲譽。潘同學話自己係發明者。但有證據顯示，一間美國公司早就喺2022年已喺佢網站上表示，唔係而家嚇，為潘同學嘅父親診所開發咗個同名嘅程式，叫做 MediSafe。嗱，呢個咧係我真係同你講，佢爸爸都有嚴重嘅問題啊！佢爸爸有嚴重嘅問題啊，根本就係用佢爸爸嘅名。因為佢爸爸係一個名醫，呢個就係就讀香港城市大學數學系2年級嘅學生蘇希林喺2025年6月中旬，呢個吹哨者喺社交平台 Flat 上發布貼文，藥培安心呢啲項目啊，不大可能由中四學生開發嘅，係咪有人幫手？呢個係咪作弊？呢個係。鄭希林用技術理解同邏輯推理，呢啲應用嘅技術框架同功能係複雜到咧超出一個中四學生能夠獨立完成嘅合理範圍。呢個都幾複雜㗎，呢個都幾複雜㗎嚇。involve 個 database 啊，嗰啲咁嘅嘢都幾複雜。呢個係。此外，佢又話嗱呢套嘢咧。曾經測試過上百個病人嘅數據，呢個就係佢爸爸個診所度攞出嚟嘅。
涉及未經授權使用敏感資料，觸犯個人私隱條例。佢爸爸診所攞啲資料俾佢，佢愛嚟掟落去，愛嚟幫，即係愛嚟建立呢套系統。咁你爸爸有冇問過啲病人先？嗱，呢個係大鑊，佢爸爸大鑊。好啦，喺佢發表深入報導入邊，第一個人表明自己就係吹哨人。嗱，佢係俾人哋攻擊得好犀利啊！喺網度有留言啦，有人寫信俾佢啦，話用律師信告佢誹謗啦，即係咁樣，好明顯就係嗰個當事人主事㗎啦嚇。匿名騷擾、網絡謾罵、誹謗、影像盜用，話佢係性工作者，話佢做雞，個人信息曝光，呢啲係恐嚇嚟嘅。嗱，呢個要調查，呢個係呢啲係追到嘅嘢嚟㗎，呢啲追到嘅嘢嚟㗎。好啦，聲稱曾經協助呢個項目嘅海外團隊 AI Health Studio 嘅創辦人，公司係由零開始接受委託開發呢個平台，事前唔知會用於參賽同奪獎。嗱，呢個係 dishonesty 嚟㗎，你呢個參賽同埋奪獎係。佢又話學生媽媽彭詠芝 Dr. Roberta Pang， 佢改咗個姓跟老公姓，係港大醫學院前教員。事件發酵之後呢，希望俾啲錢佢控制輿論。就公司呢，你就唔好認係你寫㗎啦，你係幫助佢呢係 distribute 出去啫，等人哋用啫。政府數字政策辦公室其後要求籌辦嘅機構香港教育城，聯同標準保證小組展開調查，強調參賽作品雖然一定要喺香港原創。嗰個你係個學生比賽，呢個一定係要學生，即係考試你唔可以叫人哋嚟代你考嘅係嘛？參賽者需要擁有相關嘅知識產權，喺爭議嗰陣時咧係要主報嘅，呢個就係。HKICTA 2024年學生創新大獎依然見到呢個作品條目，顯示本地獎項冇撤回喎，仲未撤回喎，咁清楚點解唔撤回呢？點解唔 suspend 咗佢先呢？我唔明喎。佢個爸爸嘅影響力都幾大嘅喎，係咪去翳人嘅？日內瓦發明展方面，主辦復檢後，申報資料符合比賽標準，維持銀獎。嗱，佢就咁嘅，佢哋參賽嘅呢，就係個作品，就唔係個人。邊個寫嘅對佢係 irrelevant 嚇？邊個寫嘅對佢 irrelevant？只要你擁有知識產權就得㗎啦，呢個就係。日內瓦發明展呢，唔係學生比賽，對象涵蓋發明人、公司、院校協會、公司機構。重點係個項目有冇受知識產權保護，冇話要由佢一個人寫嘅，呢個就係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Invention。所以呢個性質咧係唔同嘅。好啦，由2025嘅展規可見，凡係發明同知識產權合乎規條所以參展。呢個解釋咗主辦方點解覆核之後依然保留呢個獎項。本地嘅 HKICTA 申請表要求參賽項目由參賽者以本地學生身份創作而成，如果發覺唔係，就取消資格，撤回獎項。所以要撤獎呢，主辦方必須拿到足以證明申報失實嘅時間線同貢獻度嘅證據。即係呢，嗰個人幫佢寫，究竟寫咗幾多呢？嗱，呢個唔係嘅，我覺得唔係。你可以本地身份創作呢，如果你一大求外力幫助呢，呢個就係已經係互相矛盾。我唔同意呢個嘅講法，係可以立即撤回。主辦方承受訴訟嘅程序瑕疵風險，調查中係可以預期，唔係凍結咗先。能夠證明喺報名評審時期已經存在外判主導，有合同發票里程碑啲咁嘅嘢同申報不一致，呢個直接嘅規則衝突。
唔需要，我完全唔講。你係以學生身份參選，而嗰個學生參選身選呢，就係咧，當然係唔可以俾專業嘅機構幫助，無論幾多係不得。凡係觸發呢條，如果唔係唔需要學生咧，即係你用個學生名報啫，可以叫其他人做，係咪咁啊？唔需要嘅，呢一個咁嘅評論係錯嘅，呢個係外判就係原罪，唔需要證明失實申報呢一個係 HKICTA 係致命嘅，呢個係未撤回咧，你就等於默許咯，對 HKICTA 同日內瓦展嘅信譽造成損害，即係咧嗰個 IC 呢一個日內瓦嗰邊咧，亦都係要個版權冇瑕疵。嗱，我俾錢你幫我寫件作品，但係我俾錢你寫件作品，我用同埋我拎嗰件嘢當係我寫嘅去參賽，係兩件事嚟㗎。所以嗰個版權呢係唔完整嘅，嗰個係有限度嘅主權。你盜竊咗人哋個名，你明唔明啊？你盜竊咗人哋個名，並對正規自然嘅參賽者構成逆向激勵。外判短期可以換取高分同版面，誠信同能力被邊緣化。以學生身份攞獎，本質上係發出一份學術證明，成果係嗰個學生嘅。呢個信號被大學招生同資助機構解讀。嗱，我講俾大家聽，即係如果你想入頂級嘅大學呢，除咗成績之外呢，最好呢，哇！你有個咁樣嘅獎，攞到日外瓦大獎，乜嘢學校都收你啦。呢個就係點解佢哋要咁做。第二就係咧，自細呢個就會認為係天才咯，已經 build up 咗呢樣嘢。將來咧入咗麻省理工入咗哈佛出嚟咧就揾嘢做啊，有呢個獎啊，都容易好多啦，係嘛？喺主辦方喺重大爭議之後依然維持個獎，等於將唔清晰嘅所有權同作者身份包裝成為學術成就，對招生市場係個錯誤嘅信號。呢個係不能容忍嘅，即係咧，我啲孫仔孫女成日都比賽㗎啦，比賽咧其實爸爸媽媽幫手都係唔得嘅，呢個係冇 honesty。嗱，我講俾大家聽下，呢一個係佢爸爸，我講佢爸爸呢種地位嘅人啊，起碼係月球人嚟嘅嚇，起碼一個月揾100萬，係咪星球人我唔知啊。佢爸爸媽媽一個月係揾幾百萬嘅，佢爸爸媽媽。係有相當大嘅勢力嘅，呢啲人係嚇。咁而家佢哋用自己個 office，佢用自己嗰個診所嘅資料，然後咧就叫人外判，然後叫個女去報，佢都係有損專業嘅身份，係要拎上去紀律委員會嘅。呢個係等於盜竊人哋啲論文嘅醫學論文嘅，佢爸爸媽媽呢個問題。國際研究不端嘅定義好清楚，捏造 fabrication、篡改 falsification、剽竊、plagiarism，凡係做呢啲，你一世不能翻身。剽竊。如果學生將第三方嘅大量實作程式資料據為己有，唔申報，呢個就係剽竊。做過剽竊行為嘅人，大學係唔會收你嘅。香港本地高校對剽竊態度係零容忍。美國同英國高校普遍載明，一旦發現申請資料失實、錄取或者撤回，學籍可以被終止。呢個人有個咁嘅記錄，以後都唔使入大學校啦。佢唯一就可以嘅就係可以俾佢咁入到嘅咧，就係佢爸爸託關係入去大陸讀北大清華啦。呢個就係。如果呢案終於被證實涉及關鍵性剽竊，依家係證實咗㗎啦，成份嘢人哋寫嘅重大失實申報，不但止冇望入名校，仲可以冇辦法喺任何嚴肅學術同科研道上
被實質封殺。呢個係硬規則嚟嘅，硬規則。其實點解要咁做呢？聖保羅男女中學2025，嗱佢一半聖保羅中學一半考 IB， 一半考 DSE 㗎嚇。IB 平均42.2分 out of 45， 2024嗰屆42.3分，係全世界排第3嘅 IB 學校入邊平均分。第一係新加坡，第二有間俄國學校，佢哋嗰啲咧係好多人揀出嚟嘅。聖保羅男女係全世界 either 第2或者第3。好啦 ，DSE 有3個超級狀元，即係6科嚇，有6科都係呢個咩啊5++，兩個榜眼，因此學校帶好高嘅升學基線，根本已經好容易入到大學。一間咁嘅學校，每屆有10幾個入 Oxford 嘅。呢個咧咁樣包裝天才咧係愚蠢嘅，係愚蠢嘅。咁高調做呢啲嘢，喺而家資訊咁公開嘅時代咧係愚蠢嘅嚇。我係作為週末感言講啦，唔需要做呢咁嘢入一流大學㗎。譬如我啲先生，我中學啲先生好多都係 Oxford、Cambridge 出嚟㗎，咁又點啫？係咪啊？呢個真係唔需要㗎。咁啊，香港啲家長硬係唔明要贏在起跑線，贏在起跑線就輸在終點。我講俾你聽，點解啊？喂，即係跑馬拉松，你一開頭就全速跑喎，有冇人全速可以跑到尾嘅？我話俾你聽，呢個係冇可能。喺後生嗰陣時候，細個嗰陣時候，俾佢多啲接觸。等佢唔好有咁大嘅壓力，佢嘅心理健康，對多方面探索，對人生好奇係更重要。教佢做呢啲咁嘅嘢，教佢作弊，呢個係簡直係對個女嘅人格謀殺，對個女嘅人格謀殺。佢爸爸媽媽應該醫學委員會調查埋佢爸爸媽媽。好啦，嗱，大家睇下我兩隻貓仔，我整咗個貓架翻嚟俾佢哋。呢兩隻貓仔係我同老婆最大嘅樂趣。大家睇下嗱，好好笑喎！隻細貓咧唔驚隻大貓喎，成日俾隻大貓撳住喺地下打佢都唔驚喎。我成日要拆開佢嚟喎，但係佢又要跟住佢喎。呢度又係。細貓喺上邊，大貓伸你手上打。好啦，嗱，我買咗啲貓草翻嚟俾細貓咧，哇！以前燒貓貓唔中意，呢隻中意到咧亂啊，掠，周身擦滿晒貓草味道，跟住嗨咗成隻喺度，呢個定咗。擦啲味道落全身嗰度，係咪好得意咧？嗱，兩隻嘢喺床度啊，可以咁樣相對嘅喎，好好笑啊！呢隻貓1點幾公斤，呢隻11公斤，佢係人哋嘅10倍，竟然咧有交打嘅，好唔好笑啊？呢個係好啦，嗱，我講我哋呢隻 NMN Collagen 嚇，呢個而家賣762蚊，呢隻 NMN Collagen 係一隻輕劑量啲嘅 MMN， 佢哋有埋 collagen 喺入邊嘅。咁呢個係令到你靚嘛，想配合晒成組嘢，令到你靚嘅。送一大堆嘢俾你，包括咗瘦身咖啡啦、CA 果汁咧，幫你減肥嘅。就係維生素、微膠原蛋白啊，都係幫你靚嘅。然後呢個腸道輕盈酵素咧，係幫你清潔個腸道，吸收呢個益生菌。你要消化得好先至靚噶嘛，個皮膚先至靚噶嘛，824蚊。呢個咧已經766蚊咧，就送呢個黃牌 Q10同埋亞精胺呢兩隻嘢，你上網 search 下就知道對於保持青春係非常重要嘅。
仲有腦消樂啊，等你頭腦清醒健康，1258蚊。呢嗰個 Q10咧值3個月嘅，呢個咧值4個月嘅嚇，值4個月㗎啦。呢個係好啊，大家多多幫襯。呢隻產品係紅到不得了嘅，喺韓國叫 Ground Plan， 尤其是出名保濕。呢個係 Blackpink 使用嘅 Blackpink， 你知 Blackpink 幾犀利啊？指定用嘅其中一隻御用化妝師，指定佢呢隻氣墊。好啦，嗱 Ground Plan 咧，佢係用韓國專業美容研究所研究出嚟嘅，大部分係植物萃取物嚇，減少對皮膚嘅敏感。嗱，我介紹佢啲 product 先。第一，呢個韓國夜間深層滋潤面膜嚇，深層補水嘅係用乜嘢呢？北美金柳梅萃取物嚇，舒緩肌膚收斂毛孔，有夏威夷種子、橄欖油、薰衣草精華。pH 值係7啊！呢個咧係夜間基礎護膚最後一步，搽勻全塊面，瞓覺嗰時咧就會吸收噶啦。Ground Plan 啊，呢一隻呢個金盞花韓國金盞花精華液，87%係金盞花萃取物嚟嘅，含有胡蘿蔔素同埋好多酚、銀杏葉、黃花枸、無花果積雪草。而且仲有韓國專利嘅 Derm Care 修復受損嘅肌膚啊！精華液嘅 pH 值係6，係溫和親膚，適合各種物質嘅。好啦，第三，韓國呢個修復護唇精華嚇，佢係凝膠狀嘅，冇香精配方，修復你啲唇間嘅嘢嘅，呢個係個同埋個彈性嘅。含有豐富嘅蛋白質同 Omega 3嚇，輕輕攞啲精華液抹少少就得㗎啦。呢個好平，99蚊。呢隻犀利啦，呢隻保濕凝膠係佢第二啲咧好油膩嘅，佢唔油膩嘅保濕85%，北美金柳梅萃取物嚇，深層補水，保證你啲肌膚柔嫩水滑。配有積雪草，即時補水、鎖水同深層吸收。好啦，呢一個就第5，呢一個護面敷卸妝係 all in one 嘅，清潔將你卸妝咧，將日間嘅肌膚嘅廢物啊、化妝洗清咗，深層滋潤。呢個就係按摩啲乾燥塊面，你就會感覺到佢變咗融入你嘅皮膚入邊，然後咧加水乳化，然後咧就係抹乾淨。第6就係韓國雙面去角質保濕棉，呢隻保濕棉咧係純棉同埋微纖維材質設計2合1，雙面護膚墊咧溫和高效嚇，纖維面咧有隔紋，清理嗰啲老舊角質、殘髒污垢，每日輕度抹少少，溫和唔刺激。呢個 Relax 韓國物理防曬霜，呢個咧去曬嗰陣時就搽呢個防紫外膚嘅高規格防曬，係 SPF 50+ 啊 PA+++++， 有效隔離 UVA 同 UVB， 防止老化同埋肌膚損害。呢個係用常春藤葉萃取嘅韓國專利原料，保護皮膚質地清爽唔油膩。每日早上搽少少就唔驚曬啦。嗱，呢隻就最緊要啦，韓國女團 Blackpink Jennie 御用嘅化妝師指定使用嘅氣墊，即係一種粉底。一種綜合嘅粉底，呢隻嘢非常出名，你買就試下呢樣嘢先啦。打造自然光滑而且水潤飽滿嘅肌膚質感，質地清爽而唔油膩，長時期使用舒適透氣。呢個係兩款色號有自然色同自然透白嘅，又係用金柳梅3重護膚功能改善
呢個皺紋。第一層 Ruby Shell 釋放啲粉體貼合肌膚。第二層防水膜鎖住啲粉體，避免滲透。第三海綿層攤薄咗啲粉體，佢好薄喎，避免厚重。第四層 Ruby Shell 貼住皮膚一層，提升呢嗰個化妝嘅均勻度。呢隻嘢好出名㗎，呢一隻嘢大家記住呢隻嘢。